今天咱们给客户改装一个电风扇，他说他这个电风扇呢是开1档的时候，就是最慢档的时候，他说这个风速呢还是有点快，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一下，让这个风速呢稍微慢一点，吹出来的风呢也比较柔和一点。但是他还有个要求，就是开最快档3档的时候，他想这个速度呢还是和以前一样，还是让这个风速非常的大，转速非常快。我想了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就是把这3个档可以给它改装成是6个档，分为慢3档和快3档，改好之后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我们首先呢先把电风扇拆开，然后改装所需要的元件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电容。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容，其实像这样的电容也是可以使用的，它们2个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使用。然后再需要一个这样的船形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船形开关，只需要一个电容也可以来降低电机的转速的。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个组合在一起的改装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单独电容的一个改装方法。先在电风扇内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个开关给它安装上去。首先要开个孔，我的开孔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一个报废的电烙铁头给它探个孔就行了。这个开关我选择了一个2个档位3个引脚的，把这个给它安装上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在这个开关的1角和3角上面。焊好以后，我们找一下这个电扇上面这个电源线，其实这2条线都是一样的，我们剪一条线，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剪掉也行。2条都一样，实际上我们给它剪断，剪开之后把这2个线头我们都给它先拨出线头。这一条也是一样，拨出线头。拨好以后，我们分别把这2个线头给它焊在这个开关上面。这2个其实也不分正负极的，随便往上焊就行了。我们把这个焊在这个电容上面。另外这条电源线我们给它焊在开关的中间这个引脚上。就这样就改装好了啊，看一下非常简单是吧？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啊，它是从这儿进去之后，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慢档的时候，它是这2个引脚导通，然后它进去之后，然后到这儿经过一个电容，然后回到电机上面。经过电容以后它就会降低它的电压，然后就会电机转的比较慢一点。然后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高档的时候，就是前面这2个引脚导通，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呢进去之后直接就出来了，它是和原先的速度是一样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如果不用这开关的情况下，其实关个电容，只单独个电容也是可以来改变电机的速度的，不过它只能改变1个档位的速度。我们把这电容其实如果1档的情况下，我们把这条蓝色线从中间给它剪开，然后串上这个电容，就可以实现这个1档转的比较稍微更慢一点。选择这个电容的时候，电容的容量越大，它降压降的就越少；电容容量越小，它降压降的越多。就是电容它的容量越小，电机的转速它就越慢。我选择的这一个是 3.3 位法的，现在我们把它装起来来测试一下。好的，我在这儿呢写了个标签，我们看一下，这儿是慢3档，然后这儿是快3档。我们先把这开关打到慢3档这儿来测试一下，先开个1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风扇大家有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转速的，大家可以听这个风声就能分辨出来它的速度了。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听一下这个风速。然后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把这个再开到快档上，然后测试一下，听一下这个风速有没有变化。明显是快了是吧？快了许多。然后我们再调到慢档这儿，然后这些档都是可以来使用的，速度都是比以前要慢的。想要达到以前的速度呢，我们就把这儿调成是快档就行了。听一下这个风速非常大是吧？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我打算下一步我申请个专利，来大批的生产这种电风扇。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啤酒瓶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妙用。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拿出来一个瓶盖，然后呢给它先砸平，砸完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大概砸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瓶盖的周围边缘像不像锯齿的形状，一定要记住
边缘这块呢，不要把它给砸得太平了。如果砸得太平了之后，等会儿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太好用了。然后呢，我们垫个东西，我们把这个瓶盖上面给它再用手电钻给它钻个眼儿，一定要找准中间这个位置。哟，我的奶奶，我的 OK 钻完了。操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拿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穿一个螺丝。好，在这边呢再拧个螺丝帽。然后呢，要把它给拧牢固、拧结实。这边加个钳子，用螺丝刀再拧一下，一定要拧结实。OK， 拧完以后我们看一下，它像什么东西呢？看看，是不是像一个迷你的切割片？然后呢，我们把它装在手电钻上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工具好用不好用。我们先来切割一个 PVC 管来试一下。我们看一下，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给切开。然后呢，用它也可以切一个木头，我们来试一下。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效果还很不错，是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呢是切割木头，或者是 PVC 管，再或者呢就是在干活的时候，如果遇到空间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个啤酒瓶盖，就这样制作一个小的切割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今天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一个电工朋友去工地干活的时候，发现忘了带灯头，那怎么把这个灯点亮呢？于是他就找过来一个硬电线，然后呢用钳子把这个外皮给它剥了稍微长一点，这样剥长了以后呢，然后他把这个铜线放在灯口上面，顺着上面这个丝扣这样转了几圈，给弄了一个套出来，然后呢用钳子修正一下，把这边呢他又这样折叠了一下，窝了一窝，窝完以后呢，接下来他又找了一条硬电线，先把这硬电线给它窝成了一个非常小的小圈，然后呢从这边折一下，接下来他是把这两个电线呢用胶带缠了一下，这个呢是他自己制作的一个灯口，你来看，这样拧上去以后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样用很不安全，他发现，于是他又找了个饮料瓶，把这盖用剪刀给它捅了个洞，把这个洞开得大一点，然后把这饮料瓶呢又从中间给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瓶盖又再拧回去，就这样把它塞进去，然后呢一个防护罩就做好了。你们说它这样可以用吗？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以后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教大家一招，其实呢用一个 U 盘就可以修好它。电视机呢如果出现就是以下两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用 U 盘来解决。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机后呢，就像现在这个情况一样，定在这个开机画面，然后呢无论等多长时间也进不到电视机它的系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以后呢，就是一直出现这画面，等了时间长了后呢，它就关机了。像这种情况呢，看到没有，这个关机了。像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说明是电视机它的系统坏了。我们呢只需要用个 U 盘给它从刷下机就可以修好它。刷机之前呢，我们首先找到这个电视机它的一个刷机包，它这是个王牌的，我们点开这个王牌，然后呢在下面找到同型号的一定这个型号要找对了，不能随便下载一个，如果下载错了以后是刷不了的。我们找到同样型号的，然后把它给下载下来。下载完后呢，我们把 U 盘插在电脑后面。我的这个 U 盘呢是一个 16G 的，选择这个 U 盘的时候呢，不能选择太大的，如果容量太大的情况下，电视机呢有可能会识别不到，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刷机的。选择这个容量呢，最好是4个 G 或者是8个 G 的，最大呢不能超过16个 G。U 盘的格式呢要选择 FAT32的，如果用别的格式的情况下，可能电视机也没有办法识别，刷机的成功几率比较小。看来我这个就是 FAT32的。刷机之前呢，最好是把 U 盘给它格式化一下。
然后格式化的时候呢，选择它的格式呢，就是这种FAT32，选择默认的这种就行了。然后呢，点击开始，这样格式化以后呢，刷机的几率，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一点。OK， 格式化完毕之后，然后呢，我们把找到的、把下载好的这3个文件，给它直接发送到 U 盘就可以了。这文件还是比较大的，400多兆。这3个文件我们看一下，主要就这个是它的刷机包，这个呢是400多兆，然后其余2个呢是它的引导，这2个呢文件比较小。刷机 U 盘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刷机了。刷机之前呢，首先把电源机它的电源线拔掉，然后呢接下来把 U 盘插在电源机的 USB 插口上面，一定要把它插到底啊，插好。然后呢，我们一只手先按住电源机上面的开机键，要按住不要动。然后呢，另外一只手给它通上电。好，现在呢，看一下电源机它的画面有什么变化。在现在呢，就是这个开机键一直要按住，不要松。现在显示正在升级中，还不要松手，直到进度条出来以后再松手。这个进度条呢，走到100%以后，然后电源机呢它就会自动重启，重启完以后，电源机就修好了。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店里边来了一台美的的电磁炉，他说是不能正常加热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台，然后我们给它通上电，来开机看一下它的情况。开机，点一下烧水。我们听一下里边有咔咔的声音啊，它是可以减锅，就是不能加热。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从外观上来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背面，也没有发现有开焊、虚焊或者是烧坏的元件啊。像美的的电磁炉出现不加热，它也没有报错误代码，只是这个蜂鸣器滴滴的响。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主板上这些大的色网电阻，看这2个都是820K 的，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背面，看有没有特别大的贴片电阻，如果有的话，我们也需要检查一下。这背面没有看到有，前面就这2个，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这个一般不影响，就是最主要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这边2个，这些大功率的电阻坏的是比较多的，我们用网表来测量一下，看它们的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的都是开路或者是阻值变大。我们在测量的时候要给它断开一个角，如果不断开角的话，测量它是没有这么准确。我们用网表给它调到2兆欧，就是838，这是没问题的，它也是在它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电阻，我们还是一样，给它先断开一个引脚，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已经开路了，没有阻值了，看一下，我找了一个比它精确度更高一点的820K 的电阻，我们把这个色网电阻给它换上，换上去以后，我们再试一下，开机烧水。已经加热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前2天修了一台美的电磁炉，这台电磁炉的问题是炸保险，然后这个 IGBT 和整流条也都击穿了，然后我把这些坏的元件换上去以后，然后试机，在试机的过程中，然后风扇也可以转，一切都正常，它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加热，然后它也不报错误代码。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驱动电路，然后这个 IGBT 它的3级，我们顺着这个条线检查，经过一条跳线，然后到这边来，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这个贴片3极管这儿。这3个贴片3极管，它一般的都是 S8050或者是8550驱动对管，我们检查一下，这已经击穿了。
这个也击穿了。这3个启动管都坏了，我当时检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3极管和这个3极管，它们都是 S8050，就是这个型号的。然后这边这个是 M8550，这3个当时没有，我今天刚买过来，也是从网上买的。买过来以后，在还没有安装的时候，然后我再测试一下电磁炉，谁知道在测试的时候，然后它又开始出现报警了，不讲锅，又多出了一个问题。这一个 S8050，它是连接在这个炉盘中间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我把这3个全换上去以后，还是不讲锅，不能正常加热。像这块板子，它的问题比较多，先是换2个大件，然后这3个小管也都坏了，然后还出现不讲锅。像这个故障我已经检查了2个小时了，也没有检查出来具体问题所在。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再接着维修了，因为你付出的时间和收入不成正比。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直接换块主板。这块板子和这个是通用的，都是美的专用的。然后这个上面还多一个滤波电容，这个使用的话更稳定啊。这块板子是我从网上32块钱包邮买来的，这些接口和原先的旧板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螺丝的孔位也是一样，直接安装就行，不需要别的改动。然后把这个发热盘子线焊在原先的位置就可以了。像这种故障非常多的电磁炉，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换个这个板子。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废旧的电热水壶不要扔，我们用它可以制作一个气化炉，效果非常的好。你来看，这就是一个报废的电热水壶，我们把把手、盖子还有底座这些所有配件都给它拆掉，然后呢，用个记号笔在上面这一圈还有中间这一圈都给它先做好记号，然后呢还有底部也需要给它做好记号。把做好记好这些地方呢，我们用个电钻都给它打上孔。我用的这个钻头是一个8毫米的，先打底部这底部还好容易打孔，特别是这个周围打孔的时候有点费劲，但是呢，像这种薄的不锈钢也没问题啊，用个好点的钻头也是很轻松把它打透的。打完孔以后呢，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底部周围都打好了。然后呢，就是壶嘴这边孔比较多，需要用点泥巴把它给堵住，因为这边不堵住的话，等会儿效果没有办法使用。第一次做，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先弄点柴火，把它放到里面看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烟的，但是呢，等它着了一会儿以后，你看几乎就没有什么烟了，而且呢，看着这火苗也比较旺盛，也比较充足，在它周围取暖的时候也感觉还是非常的暖和。效果呢，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有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自己也做一个，说不定你们做的比我做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说这个旧电水壶就不要扔掉了，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咱们修一台电风扇，它的问题呢是电机不转。客户说去年还能使用，然后今年呢拿出来用的时候电机就不转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开关打开之后它都是不转的，1、2、3档都不转。然后呢把定时打开，它也是不转的，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呢我们拿个这个东西拨一下这风扇，转动还是挺轻的。像这种电机不转的情况呢，我们首先呢要先听一下，就是打开开关的时候，我们先听一下后面这个电机，听一下有没有嗡嗡的声音。如果有嗡嗡声音，就证明这个电机上面是有电的。有电，电机不转，一般呢都是电机或者是电容坏了。然后我这一台呢是听着电机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这个电机上是没有电。它的问题呢就是电扇内部线路有问题。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电给它断掉之后把这个底壳我们给它拆开。当我把它打开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定时器。然后呢客户呢可能是自己以前维修过，他把这个定时器呢已经给剪断了，不用定时器了，它是直接接到这个电源上面了。像有这个定时器的，一般呢我们不通电的情况，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这个定时器。其实呢定时器坏的也是比较多的。定时器呢主要就是先看一下这个接触点，看有没有氧化。如果氧化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当把这个开关打开以后
看着它两个是接触到一起了，不过这两条线它是不导通的，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要检查这个定时器。它这个定时器既然呢已经都拆掉了，我们就不需要管它了，不用再检查它了。我们呢现在主要就是需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它导通不导通。电源线实际上时间长了之后呢，坏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先检查一下，我们用汪表的2级风鸣档测量一下电源线。电源线看它到底断不断，这个是导通的。然后我们再测量下一条，测量这个蓝色的。这个电源线2条线都是没问题的，都不断。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我们再看一下另外这个就是档位开关。现在呢，我们刚才不是测量的时候，这个电扇呢是3个档电扇都不转。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不是这个开关坏了。如果开关坏的情况下，它不会这3个档同时都坏，是吧？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这电风扇呢它这个电机坏了。我们呢主要给它换个电机就能修好这个电扇。下个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机的更换方法。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假币，就是这种100元的假币，90%的人都以为是真的。我给大家简单教几招，快速辨别真假钞。不会的可以收藏起来多看几遍，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看看。第一点，可以从正面看，真的人民币上毛主席头像特别清楚，假的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第二点，我们看第2步关键点，100元大钞正面中间位置有一个100的数字，砧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大家仔细看，在灯光下100上有一条金色的横线，随着灯光的走动，颜色是有变化的。这种假币是做不出来的，假币没有这条横线。第3点，100元人民币侧边的防伪金线，大家可以在手机的灯光下仔细观察，特别的清楚。真币上面印着100的数字，假币金线上没有100的数字，然后再看中间的防伪线，在灯光下可以看出来特别清楚，假币上面没有线条。4，这是最简单的一种鉴别方法，把人民币对折起来，图案可以拼接一起，这是真的。同样我们反过来也是可以拼接起来的，只要能拼接一起的就是真的。你还有什么鉴别人民币的好方法？一起交流学习吧。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家里边的路由器上不去网或者是上网比较慢的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要给路由器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家里边更换新的路由器。新路由器更换上去以后，如果不设置，它是肯定上不了网的。家庭宽带路由器的设置方法分为2种，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方法选择错误了，它是上不去网的。设置路由器之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家里边的光猫。这光猫它分为2种，一种是不带路由器功能的，然后另外一种是有路由器功能的，它们的设置方法是不一样的。区分它有没有路由器的功能，我们从这个光猫背面这个标签上面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看一下，这儿有个默认无线名称，像这个出现无线这2个字的，这个就是它有路由器功能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光猫，它后面是没有无线2个字的，它是不带路由器功能的。对于这种光猫，大家在设置路由器之前，一定要知道家里边的宽带的账号和密码。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联系客服，给他要一下账号密码。账号密码是和这个用户名密码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没有账号和密码的情况下，路由器是不能设置的。设置路由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条网线给它先拔下来，然后我们给路由器强制给它恢复一下出厂，然后按住这个不要动，长按。当这些灯全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松开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路由器的无线名称是 TP-Link 0176，然后我们打开手机这个 WiFi 连接这一块，找到这个 TP-Link 0176，我们先连接上它。连接好以后，它就自动进入路由器的管理页面。如果没有自动进入这个管理页面，也可以打开手机的浏览器，在浏览器的网址的地方输入这个tplogin.cn 这个管理页面也是可以的。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路由器的管理密码，这密码是可以随便设置的，它不是 WiFi 的密码。设置好以后，我们点下确定。到这儿以后，我们选择这个跳过万口检测。
路由器的设置方法关键一步就在这儿了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如果设置不对的话，你家的网络是上不去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选项，上网方式，默认这是宽带拨号上网。如果你们家的光猫它是没有路由器的功能，我们就选择默认这一项就行了，拨号上网。然后在这儿可以输入你们家的宽带的账号和密码，这是密码，这两个一定要输上去，如果不输的话，家里边就上不去网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点开这个上网方式，打开它，这个里边还有另外两个选项，中间这个固定 IP 地址，这个一般都是属于这个公司专线宽带专线用这个固定 IP 地址。如果你家这个光猫有路由器的功能，我们就选择最下边这个自动获取 IP 地址，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然后点下一步。到这儿以后，我们输上无线密码，就是我们手机连接 WiFi 的无线密码，我们自己设置个就行了，4个6 4个8，我们点下确定。好，现在路由器它就开始重启了。我们现在就把路由器的这条网线给它插在这个黄色的万口上面，然后我们再打开手机的 WiFi 连接，找到这个0176，我们点开它，输上刚才设置好的密码。连接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上网了。欢迎大家评论、点赞、转发、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修一台液晶电视机，它的问题呢是，开机后呢，看下这个屏幕在不停的闪，然后呢，上面这个待机指示灯红色的也是在不停的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看闪一下没有了是吧？再等一会儿呢，接着反反复复就这样一直的闪。像这种情况呢，不是电视机的背光灯条坏了。这个电视机我们看一下啊，在开机的状态的时候呢，用手电照这个屏幕，然后这个屏幕上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字，从这儿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啊，这个不是背光灯条的问题。现在它的问题呢，就是电视机在反反复复的在开机的过程中，它始终是开不起来。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主板或者电源板的问题，我估计它有可能啊就是电源板的问题。现在呢，咱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壳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这是电视机的主板，这个呢就是电视机的电源板。现在它的问题呢，就是电视机反反复复老是开机启动不起来。像这种情况，我怀疑就是这个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偏低引起的，它带不起来负载。现在呢，咱们用腕表先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电源板上面两组输出电压，一组呢是给这个主板供电的，另外一组呢是连接到这个背光灯这边的。我们主要呢就是检查这个给主板供电的这部分，因为这个电视机不能开机是吧？首先呢就要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上面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给主板供电它有两个电压，一个是 5.3 伏，另外一个是13伏。先测量 5.3 伏，看它电压是多少。我们看现在的电压呢是 3.43， 电压明显是偏低的。然后呢，当电视机开的时候呢，这个电压瞬间就没有了，电压明显偏低。然后再测量一下13伏，看是多少。13伏这儿我们看现在是 8.8， 这个电压也是明显偏低的。看一下，当这个电视机在开机的瞬间呢，也是一样，直接就降到1点多伏了。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出现在电源板上面。接下来呢，主要就检查电源板就可以了。主要呢就先从外观上来看一下啊。其实呢，这个电源板无论什么电器上面的电源板都是有一个通病的，只要是输出电压偏低不稳定，主要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上面的这些滤波电容。我们先看一下很多滤波电容是吧？然后呢，主要就看一下它的外观有没有鼓包漏液之类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容呢，上面有点轻微的鼓包，还有另外一个小电容，这个电容呢已经鼓包，然后呢也漏液了。还有这边两个电容，看一下也是轻微的鼓包。在维修的过程中，只要发现鼓包的电容，也不需要测量，直接把它们换了，然后呢再通电测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检查一下别的地方。这两个电容是35伏1000微发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但是呢我找了一个35伏2200微发的，用这一个电容来代替上面的这两个电容。OK 了，已经这边呢我已经安装好了，
然而这边呢两个电容有一个型号也是不一样的，它原先的这个呢是10伏2200微发的，我给它换了一个16伏2200微发的，这个和原来都是一样的。它原来的呢也是一个35伏1000的，现在4个电容就这一个型号一样。安装上主板以后，通电开机来看一下。OK， 没问题了是吧？显示一切都正常。